Android Studio 创建子类别1创建 Square Cabin 子类别1在 Dwelling 类别下，创建一个名为 Square Cabin 的类别。接下来，您需要指明 Square Cabin 与 Dwelling 相关。在您的程式码中，您需要表明 Square Cabin 扩展至 Dwelling 或者是 Dwelling 的子类别，因为 Square Cabin 将会提供 Dwelling 抽象部分的实现。通过在 Square Cabin 类别名称后添加一个冒号，后面跟着用于初始化父及 Dwelling 类别的呼叫，表明此继承关系。2如果是从父类别扩展，您必须传入父类别所需的参数。Dwelling 需要输入 Residence 人数。不过，您希望您的程式能够更加灵活，并且允许 Square Cabins 拥有不同的住客人数。因此，在 Square Cabin 类别定义中将 Residence 作为一个参数。不要将 Residence 声明为 val， 因为您是在重复使用已在父类别 Dwelling 中声明的属性。运行您的程式码，这会导致出现错误。构造函数 Dwelling 类别定义指明其构造函数需要 Residence 参数，因此您会在 Square Cabin 类别定义中看到传递给 Dwelling 构造函数的 Residence。在 Dwelling 类别中，您定义了一个 Abstract 变数 Building Material。Square Cabin 是 Dwelling 的子类别，因此它必须为 Building Material 提供值。使用 Override 关键字来表明此属性是在父类别中定义的，并且在此类中将被替换掉。3在 Square Cabin 类别中 ，Override Building Material 属性并为其分配值 would。针对 Capacity 执行相同的操作，并表明一个 Square Cabin 中可以住6人。使用 Square Cabin。1在 Dwelling 和 Square Cabin 类别定义前插入一个空 main 函数。2在 main 函数中创建一个名为 Square Cabin 且住客人数为6的 Square Cabin 实例。2在 main 函数中创建一个名为 Square Cabin 且住客人数为6的 Square Cabin 实例。请注意 ，hasRoom 函数不是在 Square Cabin 类别中定义，而是在 Dwelling 类别中定义的。因为 Square Cabin 是 Dwelling 类别的子类别 ，hasRoom 函数是未经任务操作直接继承而来的。现在，可以在 Square Cabin 的所有实例上呼叫 hasRoom 函数，如程式码段 Square Cabin.hasRoom 所示。3运行程式码，输出内容应如此。您创建的 Square Cabin 住客人数为6，该值等于 Capacity 的值，因此 hasRoom 传回 false。您可以尝试使用较少人数的 Residence 初始化 Square Cabin。当您再次运行程式时 ，hasRoom 应该会传回 true。使用 with 简化程式码。当您使用某个类别的特定实例，并需要访问该实例的多个属性和函数时，您可以使用 with 叙述表明对此实例对象执行以下所有操作。先输入关键字 with， 再在圆括号内输入实例名称，然后再输入大括号，并在其中指明您想要执行的操作。1在 main 函数中，将您的输出叙述改为使用 with。2删除输出叙述中的 Square Cabin。3再次运行程式码，以确保它能够正常运行而不会出现任何错误，并输出相同的结果。